男主时隔2年半回到家中，刚坐在地上准备休息一下，后方突然走来一个没穿衣服的妹子，场面极度尴尬。直到妹子大叫男主才反应过来，准备逃离现场，怎料另一个房间又是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妹子。这下男主真的有理也说不清了，最重要的是想逃都逃不掉，直接被其中一个妹子一脚踢趴在地。妹子还以为男主是偷偷溜进来的盗贼，于是就把他给绑了起来。之后通过交流才得知男主是奶奶的孙子。而这5个妹子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他们在去年就在这个咖啡厅里打工，而男主的奶奶也把他们当作亲生孙女一般对待，直接把家里的空房收拾好让他们住在家里。然而男主这个新主人可不打算让他们几个住在家里，毕竟男主是准备把这里改造成养鸡场的。可这红发妹子可不打算认男主这个新主人，并且还指责男主丢下奶奶2年半出去鬼混，连奶奶的葬礼都是他们几个妹子一手操办的。没想到如此善良待人和善的奶奶，居然有这种薄情寡义的孙子。出于道德与情分，男主也没再多说什么。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毕竟男主刚回家就被他们几个给绑了起来，今天不赶人，明天也很有可能会被赶出去。可最近几个妹子手头也比较紧，想搬出去也是个大问题，有的甚至连搬家费都没有，想留在家里就得另想办法。就在几人为手头不宽裕而发愁的时候，黄发妹子突然想到36计中的美人计，只要男主不是性取向有问题，就绝对顶不住他们几人的诱惑。话罢几人也不拖泥带水，红发妹子樱花直接穿起女仆装来邀请男主一起吃烛光晚餐。可男主一眼就识破了他计谋，并且此时只想吃炸鸡，但樱花只会做西红柿炒番茄，所以炒出来的炸鸡也是一坨坨的黑暗料理。下一个上场的是秋水，一袭超短专精装出现在男主面前，试图激起男主的雄性。可男主还以为他穿成这样是要出门呢，可他哪敢这样走出门啊。就在傍晚男主舒服沐浴过后，以为几个妹子不会再想出那无聊的法子来整蛊他，之后便睡下了。可真正的阴谋才刚刚开始。几个妹子都知道白菊酒后会变得超级好色，所以平时从来不让他喝酒，但是现在为了生存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与此同时还准备好了录像留下证据。然而就在刘星以为计划成功的时候，秋水跑了过来，一把就给白菊扔了出去。由于他并不知道白菊2人的计划，所以把男主当成了变态。男主时隔2年半回到家中，居然要把家里改造成养鸡场。这时2年半前奶奶招来的几个妹子不甘了，并且还指责男主出去鬼混2年半，连亲生奶奶去世都不回来。没想到如此善良待人和善的奶奶，居然有这么冷漠无情的孙子。可这依旧改变不了男主想要把家里改造成养鸡场的想法，并且准备把几个妹子轰出家中。听到这几个妹子都有点慌了，毕竟这个店常年是负盈利状态，如果被轰出去的话，就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于是几个妹子想尽各种办法讨好男主，以此来改变被轰出去的事实。可不管他们是女仆伺候还是超短专精装出现在男主面前，可男主依旧不为所动。多次失败的他们决定使出杀手锏了。只见菊妹红酒一饮而尽之后，直接跑到男主的房中脱衣解裤，准备拿下男主这个大直男，以此缘由留在咖啡店中。而另一边的刘星则是准备着把这精彩时刻给录下来当证据。就在他以为计划就要成功的时候，秋水突然跑了过来，一把抓住菊妹给丢出门外。因为他并不知道2人的计划，所以直接把男主当成了变态。经过昨晚的事情后，男主更加确定要赶走这几个妹子。得知此处要改造成养鸡场的拆迁队也是非常兴奋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吃到更多疙瘩下的蛋了。就在招牌被拆掉的时候，几个妹子都不忍心再看下去了，毕竟奶奶待他们如亲生女儿一般。另一边男主突然想到自己小的时候，自己问奶奶上面的招牌是什么意思，奶奶告诉他是家人的意思，来光顾本店的客人都是家人。想到这，男主心里特别难受，因为父母出车祸双双去世，自己就是由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抚养长大的。而此时樱花门破门而入，打断了男主的回忆，并端着西红柿炒番茄进来给男主。可男主并不领情，因为昨天樱花做黑暗料理让他记忆犹新。可樱花却说，这是我从奶奶那里学会的唯一一道菜，不想吃的话倒掉就是了。看着这是奶奶教他做的西红柿炒番茄，心里极其的复杂。
奶奶当年到处借钱都没有把店盘出去，就是因为咖啡厅是家里的经济来源。吃完饭后，男主决定由自己来经营这家咖啡厅。在妹子极言的不可思议中，男主看起了账本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。这副盈利不倒闭才怪了，于是直接喊来几人分配家务。可是几个妹子却说，这些以前都是奶奶来做的，不仅帮他们洗衣做饭，还帮他们大扫除。奶奶可不会像男主一样叽叽咕咕说一堆，甚至还有一个现在还想吃奶奶做的咖喱饭，而且还要吃3大碗。男主直接大无语，奶奶这不是招了5个祖宗回家吗？并对着几人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让奶奶折寿的人是你们？几人还在狡辩自己平时也会帮忙做家务，但更多的是处理店里的事情。见几人吵吵闹闹，白举表示自己可以做饭和做家务，之前没说是因为没人说，所以自己也没说，但同一屋檐下怎么能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家务呢？于是男主就只把厨房交给菊妹打扫，其他人包括自己也要去打扫其他卫生。男主处理完自己负责的区域后，过来视察他们的劳动成果，不料因为角度的问题，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风景，好在有人提醒他才反应过来。由于太过慌乱，遮住裙摆，不小心直接从楼梯掉了下来。男主还以为会来个亲密接触，没想到是侥幸踹下来了。好在男主没什么事，一转眼就到了傍晚。男主看着眼前破旧不堪的咖啡机，准备拿去清洗一下。然而菊妹以为男主是要破坏这个咖啡机，毕竟这可是奶奶从前最珍爱的咖啡机，请男主不要粗鲁地对待她。男主表示放心，以前自己也经常保养这台机器。听到这，菊妹就放心多了，并且还表示早上非常感谢男主，因为自己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如果家务全包在自己身上的话，可能到开学都干不完。虽然自己清楚男主不是要为他解围才说那些话的，但也非常感谢。可男主却问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说敬语，因为在奶奶眼里他也算是家人，家人跟家人会用敬语吗？姐妹表示说的有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并且叫男主一起去吃晚饭。饭后男主还在想，奶奶是从哪找到这么多问题的儿童凑在一起的呀？可突然没穿衣服的樱花走了进来，另一边秋水闻声而来，又是对男主一顿暴揍。男主时隔2年半回到家中准备休息，没想到家里出现几个没穿衣服的妹子，把自己当成变态，一脚踢翻在地。本来以为外出2年半考上清华北大，回到家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没想到还被揍了一顿。在通过一番友好交流之后，几人才得知男主是奶奶的孙子，才得以松绑。可惜的是奶奶已经去世，而几个妹子则是来家里兼职的工人。晚上男主本想泡个热水澡后去睡大觉，可突然发现樱花打开房门，并且一双傲然挺立的小白兔直接展示在男主面前。男主本想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，另一边秋水闻声而来，又是对男主一顿暴揍。世界の平和とこの家の女の子は私が守る。男主第2天醒来，本想先去洗衣服，刚打开洗衣机就从里面掏出了樱花的内衣，本想顺带拿去晒一下，可樱花突然一声大叫，其他人不约而同的围观了上来，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男主表示不就是内衣吗？不拿出来怎么拿去晾晒？喜欢点个关注吧，完整版全集在评论区置顶，感谢您观看。完整版全集在评论区置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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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整版全集在评论区置顶。喜欢点个关注吧，完整版全集在评论区置顶，感谢您观看。完整版全集在评论区置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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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整版。